歡迎來到呆萌財頻道，我是你們的美股投資小助手。如果您也想通過投資 ETF 來實現財富自由、安心躺平，那您就來對地方了。前幾期呢，我們聊了聊巴菲特投資組合，還有經典的60:40組合。我們發現，股票比例越高呢，波動也就越大。那麼有沒有一種組合能夠長期穩健收益，波動又低呢？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我心中的終極 ETF 組合之一——哈里布朗的永久組合。所以本期亮點有3個。第一呢，就是哈里布朗的傳奇投資故事，他精準預測了黃金暴漲。第二呢，就是永久組合的資產配置邏輯，能夠應對任何經濟環境。第三呢，就是 ETF 代碼公開，也就是 VTI 加上 TLF 加上 GLD 加上 BIL， 自己动手配。首先就讓我们来回顧一下哈里布朗的傳奇人生。他是美國著名的投資作家、自由主義政治家，也是經濟評論員。他不僅出版了暢銷書，還曾經2次代表自由黨參選總統。雖然票數只有 0.9%， 但他的投資眼光絕對是一流的。早在1970年的時候呢，他就預見到布倫頓森林體系即將瓦解，美元將和黃金脫鈎。他在 How You Can Profit from the Coming Devaluation 這本書中提出，央行將大印鈔票，黃金價格必然暴漲。果不其然，在1971年美元脫鈎黃金後，黃金價格從$35一盎司飆升到1980年的$800多。而他也憑借這一波精準押注一舉成名，收益爆棚。但是呢，好景不長，80年代初美聯儲大幅加息，黃金泡沫也就破滅了。這個時候呢，哈里布朗意識到押注單一資產風險太大，必須設計一個能夠穿越週期的穩健投資組合。於是他提出了永久組合策略，目的呢，就是讓資產在任何經濟環境下都能夠穩中求勝。所以呢，這就必須提到永久組合的核心配置。所謂永久組合，它的精髓就是經濟無論怎麼變，總有資產表現良好。所以哈里布朗就建議將資金平均分配到4類資產，各占 25%。 第一類呢，就是股票，這一類代表經濟增長階段。第二類呢，就是長期國債，這一類用來對抗衰退和通縮。第三類呢，就是黃金，這一類對抗通脹和地緣不確定性。第四類就是短期國債現金，這一類提供流動性，是穩定的組合。這樣的配置呢，就不需要依靠預測市場，而是用分散來應對一切的不確定性。所以配置就是 25% 的 VTI 加上 25% 的 GLD 再加上 25% 的 TLF 加上 25% 的 BIL。 那麼回測表現如何呢？我们就來看一看，從1968年到2025年，整整58年期間，這一套組合的年化收益達到了 8.33%， 而最大回撤僅 19.67%。 相比於全倉股票來說，這種波動控制得相當穩。它的優勢呢，不是每年都賺最多，而是從不讓你虧慘，能夠安心持有，並且會擁有長期複利。所以說，哈里布朗的永久組合就像投資界的定海神針。對於投資小白來說，它是睡得着覺的投資方式；而對於長期主義者來說，它是財富保值增值的利器。我們就來看一下哈里布朗永久組合的長期回測吧。上一期呢，我們從1968年回測到2025年，收益驚人。但您可能會問，這是不是時間段選得太巧了呢？有沒有幸存者偏差的嫌疑呢？那麼今天
我們就更加深入一些来探討。讓我们来做2組更長時間的回測，還是投資1美元，看看哈里布朗永久組合的真實表現。我們從圖表中呢就可以看到，不管你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哈里布朗的策略長期來看都相當穩健，而且波動遠遠小於股市。在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，154年回測的年化回報是 5.85%， 最大回撤發生在1932年，恢復時長是46個月。58年的年化回報是 8.33%， 最大回撤發生在1980年。30年的年化回報是 7.14%， 最大回撤發生在2022年。然後呢，我們再來看一下最大回撤的比較分析，看看在美股歷史上最恐怖的幾個時期裡呢，這個組合的表現是怎麼樣呢？我們還是來看圖表，图表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它們的表現。從圖表中呢，我們可以看出永久組合的最大回撤遠低於標普500在歷史危機中的慘烈跌幅。我們就詳細來看一下永久組合是如何化險為夷的。比如在1930年到1932年的大蕭條時期，經濟崩溃，標普創造了歷史上最大跌幅，達到了 83%。而哈利布朗永久組合的回撤是 30.61%， 遠低於標普500的跌幅。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，標普創造了第2大跌幅，達到了 56.8%， 而哈利布朗永久組合的回撤才是 14.42%。然後呢，在1973年的石油危機階段呢，標普跌幅也達到了 48.2%， 而哈里布朗永久組合的回撤僅為 11.38%。 而且在圖表中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在其他很多階段，比如互聯網泡沫時期、新冠疫情時期以及高通脹地缘與政治衝突時期，標普跌幅也都遠遠高於哈里布朗組合。所以呢，哈里布朗永久組合經過長周期的回測，證明了其長期有效性。它適合尋求穩定增長且能夠承受適度波動的投資者。各國長期投資者也廣泛採用此組合作為長期的投資組合選擇。接下來，讓我們來看一看還有沒有什麼可以進一步降低波動的策略。雖然呢，哈利布朗組合已經相當的穩健，但是還有沒有可能再優化一些呢？我們在前幾期講過引入管理期貨來降低波動，於是我們可以嘗試一個新組合，也就是 VTI、GLD、TLT、BIL、CTA 這些各占 20%。 這個版本的永久組合呢，可以使得最大回撤降低到 9.66%， 而年化回報上升到 7.48%。 CTA 在黑天鵝時期表現優異，這再次證明了適度分散是提升躺平體驗的關鍵。那麼在這2期視頻中呢，我們深入分析了哈利布朗的永久組合。這個組合波動小，持有簡單，回報穩定，確實是投資界的躺平神器。然後4個資產類別分別是股票、黃金、長期國債、短期國債，各自占有 25% 的配置，自己动手配置完全沒有难度。如果你想更呆萌一些，不想动手操作，還可以考慮一支美股老牌基金。它成立於1982年，管理資產規模達到了 29.7 億美元，最小投資額是2500美元，
而費用率呢大約為 0.8%， 10年的年化回報是 8.18%。 當然我們也會在評論區或者視頻簡介中呢公開 ETF 代碼，讓你輕鬆自己動手配置，實現財富自由 So easy。 喜歡本期內容的話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、分享啊！您的支持是我們持續更新的最大動力。